见暴雨轮番突袭，数个城市被淹成灾。小沙粒新科技解决城市窘境，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点沙成金，海绵城市。普通的沙子在沙画创作者的手中，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沙子在科学工作者的手中，也能化腐朽为神奇。这种在沙漠当中特别普通的小沙子呢，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妙用，就是可以用它来建设海绵城市。那么这么普通的东西，它到底有什么妙处呢？连续很长时间，每到夏季暴雨来临时，就成了许多城市的灾难。很多人调侃，最浪漫的事儿就是陪你到北京去看海。每到夏季，城市内涝已经成了市民们的一大心病。那这沙漠里的沙子跟城市内涝又有什么关系呢？最近这几年啊，每到夏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这个新闻当中最抢眼的是什么呢？来，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城市来看海，似乎呢大家都以此为乐了。不过说实在的，这种情形啊，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管理部门都是非常头疼的。所以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海绵城市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城市啊，它在吸收这种包括雨水之类的负能量的时候，能够像海绵一样刷，它就把这些东西啊给蓄积起来，不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行。在这方面呢，老秦也希望自己的沙子呢能够帮上大忙。海绵城市的意思就是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这样的系统可以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那么针对城市的内涝问题，秦生义就想到了他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沙子。全球荒漠化大概占到荒漠化的面积占到1/4，我们国家它占到国土面积的1/5，就这么大的面积，大部分都是沙区。也就是说，上天给我们赐予了我们这么大的用武空间，就我们如果依靠创新力量，把这么大的国土面积的话，变为绿洲，变为良田，变为我们人类宜居的地方，那我们不就可以使沙漠这个号称地球的癌症，不仅把它治理好了，还能够来造福我们人类了吗？沙子是一种坚硬耐磨的硅酸盐矿物，主要矿物成分是2氧化硅，因此化学性能非常稳定。针对沙子拥有的特性，秦生义利用沙子的想法也是层出不穷。我研究沙子现在已经掐指一算就30多年了。我率领我的团队已经围绕着沙漠上沙子的自然化利用研究，已成功的开发出300多项原创性的发明成果。其中一种发明创造就是针对传统透水砖通过孔隙透水容易被灰尘堵塞的技术难题，秦生义发明了沙基透水砖。这就用沙漠上沙子做的，这是水立方偶人工程用的，透气透水，还能够过滤净化水。要想解决城市内涝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城市积水的问题。秦生义用沙子做的透水砖，可以达到
怎样的功效呢？模拟一条马路，对，在路上啊，大家可能看到那个有的时候有的地方铺了这种沙子，但是就是好奇这个水去哪儿了？对，没有看到过它里面的结构。但是如果是在大马路这个沥青路或者是水泥板的路，这个水肯定就是挤在旁边了。对，如果普通的硬化地面的话，很容易一下大雨陷入内涝。像我们这个凝胶水，你看有什么深？我要玩水了，你闪开。渗下去了，好快呀！您可以看到这个水很快流下去了。你看下雨，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雨量。对，这个水量跟家里的淋浴喷头差不多了。我这个就是下暴雨都很容易出。哎，你们这个渗得真快。是啊，就像一块大海绵一样，直接吸走了。那就是把沙漠里的沙子拿出来，运出来以后，给它染色，一压就好了。啊，我这个是通过一定颗粒的这个沙漠的沙子，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高频这种挤压成型这样一种高科技的技术，形成现在这种产品。哎，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高科技技术？就是没有跟我们观众讲的。当然有啊，就是你们工厂的秘密是吧？对。它是不是还有什么覆膜？什么其他的材料有覆膜？这个要覆膜吗？我这个就是刨根问底儿，非得问出来。这个呢，它表层它有一层覆膜的技术，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水能透过砖的表面，是秦生义利用了沙子本身既透气又透水的特点。但是，要想让大量的水迅速透过砖的表面而不积水，只靠沙子本身的特性是不够的。秦生义还利用了特殊的物质，在沙子表面覆了一层膜，不仅改变了沙子的表面特性，而且也改变了水的表面张力。这是通过降低水的表面张力透水的。再通俗的话，像一个人一样的，就千分之几秒这么使用，迅速的透了我的沙粒表面，它就变数了，下去了。为了达到秦生义所要求的迅速透水的效果，原料的选择就不能马虎。沙基透水砖的原料依然是来自沙漠的风机沙，但是并非所有沙漠的沙子都能用来做透水砖。我们经过分析化验以后，不同的沙子用于不同的用途，因为不同的用途对沙子有不同的要求的。而对于透水砖来说，所用的沙子必须是大小适中、圆润光滑。因为我们这种覆膜沙呢，它需要后续加工的时候在上面覆一层膜。这个膜呢，如果说是个粒，它越干净，然后越圆润，它那个覆的时候，然后越容易覆，而且它的用量还少。那我们所用的沙子呢，就是这种风机沙，而且这种沙子呢，它是天然的沙子，而且在沙漠里面呢，它是没有什么用的。那我们就是变沙为宝。所以，沙漠中的沙子要想成为透水砖，也必须得过关斩将。首先就要清洗去污，看清本来面目的过程。经过了第一关的沙子，看起来与沙漠的沙子已经有所不同。咱们肉眼看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沙子是发白的，我们沙漠里面沙子是发黄的。我们叫沙漠里面我们叫黄沙，我们这个呢就是发白。这个黄沙里面呢，它含有这个泥土，还有部分的杂质。我们经过水洗以后，然后再经过那个粗过滤，然后我们过叫粗筛，我们把这些杂质给去掉。去掉以后呢，然后就得到我们这些白色的沙子。沙漠里的沙子经过清洗和初筛，只是过了第一关。那么第二关就是在细筛得到大小比较平均的沙子，并且为了得到更稳定的性能，有些沙子还要经过加热焚烧，才能奔赴它们发挥不同功能的岗位。这样被选出来的沙子，再经过神奇的覆膜技术，就打造出了具有快速渗透能力的透水砖。我来看看啊，给大家看一眼这个路，这个面板上。好的。您看，说明它水已经充分的渗入这个砖体下面，几乎是干的，并且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潮气，所以呢，它可以改善地表的这种小气候。这个东西现在主要用在哪儿啊？
现在几乎在海绵城市这个建设领域啊，包括这个道路、广场啊、小区啊，都铺在这个上面，特别好。人走在上面，这个下雨的时候也不湿鞋。不会积水。不会积水，对。秦生义研制的沙基透水砖，透水的速度的确令人惊讶。可是铺到地面上，还会有这么惊人的效果吗？罕见暴雨轮番突袭，数个城市被淹成灾。小沙粒新科技解决城市窘境，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点沙成金，海绵城市。这有一块做好的这种透水的砖，我们看一看啊，这个面呢，感觉就像是磨刀石一样。来，我们现在倒点水，为了让便于大家看清楚，我们这么倒吧。哎，您看，倒上去之后，哎，这个水啊，很大一部分就被这个砖呢本身好像就是吸收了进去一样，而且呢，这个能够通过底下的这个沙粒呢，就是进一步进入到我们的地下水循环当中。有心的朋友可能会说，看上去挺好，实用效果怎么样呢？这个砖它不是烧制出来的，而是压成的。那么如果说承受力不够的话，是不是铺上去几天，这砖就已经变得是七零八落的不堪一击呢？就是非常碎了呢？我们测试了免烧结成型砖的承重和抗压的能力。3块沙基透水砖被电空，首先是普通的轿车压过砖体，砖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后我们找来一辆15.8吨重的拖挂货车，空车过去，砖面依然毫发无损。我们决定再加码，让货车装满沙子，重量已经达到60吨。再试一下透水砖的抗压能力。经过3轮碾压，在60吨车的重压下，一块透水砖终于出现了裂纹。但这已经足以说明透水砖的抗压能力了。免烧结成型技术是秦生义的创新发明中所解决的又一个世界性难题。这样制造的砖不仅透水效果好，而且和普通的透水砖比较，它不容易被杂质灰尘堵住。像沙漠上那个下雨以后，水很快透去了，水很快透下去了。这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沙子之间它有孔隙呢，所以下雨的时候，一方面一部分水很快就入渗下去了，另一部分水呢，相当于在沙子孔隙之间，相当于我们这个砖呢还有保水的功能。我这30%左右的水呢，相当于保存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温度比较高，随着近地表的它这个温度比较高，水蒸气蒸发的时候，这个砖体带出来，可以改善近地表的这种小气候环境。所以对城市的热岛效应有一定的好处。冬天的时候，北京如果特别干燥的话，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对，保湿作用。雪在上面也能渗下去。对，雪也很容易化下去。在路面铺设透水砖，可以让雨水快速渗透下去。但是，仅有透水砖就能打造海绵城市吗？秦生义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在建设海绵城市中，他可不止这一样法宝。现在这一片是等于说就是一个微缩的海绵城市，是吗？这不仅海绵城市建设了一个雨水收集系统，这就是这个通常路面改为这个透水铺装路面。这是我们用内蒙古沙漠沙子为了做的一种透水铺装。你看，这是模拟着下这么大的雨呀，在这是吧？你看表面不积水。对这个水呢，你看下去以后上哪去？下面用暗沟，水就导到哪去呢？导到储水系统里面去了。
秦生义所说的储水系统，就是他在建设海绵城市中的另一法宝。这是整个储水系统，你看这现在出这个水，那这个水一般的呢，这个水好轻啊！一般能够储存时间长一点以后，大概1个月左右，下一场雨1个月左右，大概能到2级地表水。都储存在哪儿了？是这个这个井下面，这个井下面这个蜂巢结构的。那个房子下面是水结构，房子下面不是，房子广场的下面是。哦，广场。一直到它下面这个都是，这是个今天出来看的，这是个储水系统。整个储水系统是埋在路面和房屋广场的地下，因为是深埋地下，我们的记者怀疑水质能保证吗？这个最早的一场雨水大概是在8年前的吧。因为每次用可不能用的那么近嘛，就至少还有8年前的雨水残留下的水，现在混合在一起的，是吧？就这个储水系统应该说是永久性的，储水它不会变质，它永远是在给它在这个净化水的同时能够保鲜水。但是秦生义接下来的举动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这水可以喝吗？就这么着就可以喝？这样没事的，你敢尝一尝吗？我为啥？没事的，你喝了一大口。因为冬天不能喝凉水。没事。秦生义为何毫不犹豫的就敢喝几年前的雨水呢？原来这地下的储水井是7、8年前建造的，一直使用至今，而且多年以来都有工作人员监测着井里面水的水质情况。这个水看着很清了。对，这个表观上看无色无味，甚至还可以拿来喝。那你们这个水窖的水集的是什么水啊？集的是我们厂区的屋顶，还有这个地面的雨水。对。集了多久了？这个工程有5、6年了，这里边来来回回应该有6年到现在所有的水。这个水有6年时间一直在这里面的。中途也有使用，就浇花浇草。对，我们那儿有一个实验田，平时用来浇草，浇那个蔬菜什么的。等于说你取的这个水有可能是6年前的雨水呢？应该有一部分是6年前的。哇，那水还能用吗？很好，我们会定期进行这个水质检测，一般可以达到1到3例地表水。1到3例地表水就相当于这个饮用水的水源，相当于我们密云的密云水库，这个差不多水质，就是这个情况。行，那我们就用那个数据说话吧，那个跟我们到实验室看一下。那我现在桌子上有2瓶水，你能看出有什么差别吗？这是我们刚才取的水样，这是从超市里买来的这个饮用纯净水。您从肉眼上看有什么区别？都挺透明的，真看不出来有啥区别。对，用肉眼看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这个水井可以说就是一潭死水，而且是从7、8年前就开始收集雨水储存。那它的水质能保证吗？不会出现水变质腐坏吗？刚才我们测了一项是 COD， 检测结果呢是28.5毫克每升。这个按那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地表水质量标准的话，是属于这个4类地表水。因为昨天刚下过雨嘛，这个水可能中间这个经过这个微生物净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块有一个我们从这个去年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检测结果，那个可以看出来，这个水质呢基本上都在2到4类。一般是这个雨水稍微少一点的季节比较好一些，丰水期的话稍微差一点。因为我们这个井里边制造这个环境呢，是有益于很多这个水体净化微生物生存的。这样的检测结果让我们非常吃惊，看似就是一个普通的储水井，为何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一组老秦的这个地下水井啊，我们可以看到呢，采用的是这种蜂巢的形状。
蜂巢嘛，咱们稍微有一点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六边形的，而且呢，这个形状呢，它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形状，保证啊，一旦有个别的受损，不会导致啊其他的井也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说呢，在上方铺上了这种透水的砖之后啊，一旦有自然降水啊呢，就会下来，然后呢，可以储蓄在这些水井当中。在这个水井的底部呢，铺的是什么沙子呢？就是老秦的那种透气不透水的沙子。这样呢，水是在里面，但是呢，又不是一个所谓的死水，它可以保证呢，这个水是有一定的活性的。雨季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借助这样的水井蓄积自然界的降水，而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里面的水拿出来呢，供我们来使用。就算是不拿饮用，浇浇花、冲冲人行道什么的，不也是挺好的吗？因此说啊，老秦的这个想法还真的说是对很多城市来说，确确实实能够为建设海绵城市啊提供一份力量。这种蓄水的装置都是隐形的，在小区的绿地、广场、停车场下面都可以建造，上面铺平之后，丝毫不影响地面的使用。如今，在改造过的小区里，已经初见成效。1分钟啊！我想问您一下，您住在这附近吗？对，我就在这里。哦，就在这小区住，住多少年了？30年了。之前这个小区是不是积水特严重？一到夏天下雨。对，你看这小区里，它是一个地洼的，比较湿，人那边是菜地，一下雨这边就没法走了。这不刚修完吗？都修好了，现在。修好了，现在。尤其现在排水修得特别好。您知道他们这个下边其实是铺了那透水砖，所以才效果这么好的吗？哦，那不太清楚啊。感觉那时候反正就这个路都积水，现在环境好多了。我就觉得这地方这个砖特好。你看有时候打球玩什么的，它这会儿不积水。但是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不积水。对，也没问过。您知道他们在那个活动室下面铺了一个蓄水池吗？把那雨水都积到那里面去了。哦，对，那一块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着，反正就是这个忽然就不积水了。对，反正环境好了。小区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变好了，只是体会到了改变。秦生义的理想是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这种改变。现在北京市是都开始铺设这种。对，大面积已经开始实行了有2年多。北京市一共铺了多少的面积了？现在是从14年这个标段到15年到今年的16年，大部分都是铺了，有300多万平米。在我们拍摄的当天，正好赶上北京下小到中雨，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铺有透水装置的地方，效果还真是非常明显。已经开始下雨了，你们这个路面还好，马路上已经开始积水了。对。但是我们正常的人行道是不是一般也不会积水啊？人行道的话，一般就是如果是普通的铺装的话，也是会因为跟机动车道一样，都是平面嘛，它也会产生积水的。因为这个人行道采用了透水砖的话，它这块就没有产生积水。这下面也铺了那个集水的组织了吗？对，这上面也铺有那个导水管，把这个雨水呢都可以收集起来，包括这个马路上这边雨水，如果可以通过那个落岩石开孔，都收集到这个海盐展示中心的这个一个特别大的蓄水池下面。这个下面是蓄水池啊？对，这整个一个2000平米的大的一个绿地，下面有一个1万立方的一个蓄水装置。在透水砖基础上，秦生义利用沙子创造性地开发出一套完整的雨水收集与过滤净化和储用保鲜系统。这样的系统，如果最终与江河湖泊连接起来，那才是真正打造出一座海绵城市。小小沙粒华丽变身，出现神奇效果。会呼吸的材料，能抗冻的沙居。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点沙成金，会呼吸的保温房子。